嗨，大家，今天是 Spring Break 春假的第一天 ，AKA 期中考之间。就我上学期有拍一支影片分享我上学期4堂课的课程内容啊，以及考试方式等等等的，然后反应还不错，所以我打算这学期我也来分享，就是我这学期的课。就这学期的课我都蛮喜欢的，但是4堂课里面有3堂课它都是要求要报告加考试。也就是代表说，我这次期中考就有7个东西要准备，实在是让人觉得，人生很困难。那第一堂课就从期中已经结束的 competitor strategy 来跟大家分享。简单来说就是竞品分析，然后这件事情我工作上或者在 marketing 的产业里面也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堂课大家可以分成2大方向，前面就是分析自己，也就是找出你的 product positioning 品牌定位。举例来说，像是影片剪辑的 APP 好了，可能市面上大概有50种这样子的 APP， 那你要如何去分析说，你自己跟其他同业的差别在哪？然后你就可以找出那个 value 核心价值，然后再把价值推播给可能有这样需求的消费者。然后分析完自己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后期第2阶段，最简单就是分析 external 跟 internal 的因素嘛。外在因素可以是新的政策啊，或者是经济衰退，或者是可能现在人很流行吃比较健康、未加工的食物。那可能对于食物业来说，这些就是会影响到他们在市场上定位或者是优势的一些外部因素。那这堂课的其中呢，没有到特别难，是40题的一个考试，然后前面20题就是选择题、一些观念题，然后后面20题呢，那个教授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美国的护肤品牌，主要是主打护唇膏吧，然后后面20题简答题就是各种我们以前上课学过的分析方法，可能是分析这个品牌，或者是上网查它的竞争对手，然后这样回答一些问题。那我得说，其实我工作上并不会使用课堂上讲的那些方法去做竞品分析，但是我觉得那堂课有给我更多不同的想法，说，未来要做竞品分析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上网查这个品牌的竞争者是谁，然后再慢慢的去看。我觉得他给我蛮多不同的想法，说要去做 research 的时候，该从哪边开始这样子。午餐时间，顺带一提，就是我明天开始有3天的一个春节小旅行，要去 DC 跟 Boston， 所以我要先把所有冰箱里面的剩菜都吃光才行。OK， 那现在就来分享这学期的第2堂课 Digital Marketing。然后因为我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都围绕在 Digital Marketing 上面，所以其实这堂课对我来说是简单的。首先先讲一些题外话，就这个老师我觉得他穿搭非常好看，就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巴黎，你知道 Bonjour 那样的气息，所以我每次上他的课都会观察说他怎么去做出他的穿搭，因为他会有很多 layer 去搭配出不同的层次这样子。然后回归正题，这堂课基本上就是讲 email marketing 啊、SEO 网站优化啊，以及网站的 UI UX 的设计啊、user behavior 啊，反正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主题都带过一轮，感受得出来。这个教授希望我们从这堂课学到的不单单只是 digital marketing， 而是你要懂得怎么在网络世界去行销你自己。所以他的每一周作业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在 Medium 上面写部落格，每周要写1篇。然后通常他会直进主题，像是有时候是他会请我们去找一个品牌的社群行销策略啊，然后去分析它，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那像上周呢，他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性向测验，那好像是美国第一个最广为人知的性向测验嘛，就有点像 MBTI。然后你要根据他给你的结果，然后去发表说你要怎么用这个报告去形象你自己呀，blah blah blah的。如果你是很早就要追踪我，你就知道我其实以前大学当过网络写手，然后我也写过部落格，大概有快3年吧。所以其实我很爱在网络上写文章，只是后来在拍影片就完全没时间了，因为这个关系要重新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很乐在其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期中作业，这个期中作业也很酷，它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拍一个2到3分钟的影片。然后主题呢，就是你要行销你自己，你要在这个影片展现出你是谁，然后你做什么，反正没有什么限制。简单来说，就是要自我介绍。
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也很简单，我的年度回顾影片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作业。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观察所有人的反应，因为这个教授呢，他花了一整堂课时间播每一个人的期中作业，而且播的时候啊，那个影片的人他得站在全班面前，你知道，让大家看着你的影片跟你自己，所以我相信应该班上多半的人还是没有影片剪辑，或者是没有在你知道就是经营社群之类的东西。看到大家的反应真的是会心一笑，你知道吗？但我可以说大家都很有创意，然后有几个作品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那我这边也稍微播个15秒我的期中作业好了，但如果大家想要看完整版的话，我拍了3分钟，大家可以去那个资讯栏，我有贴在我的 LinkedIn， 大家可以直接去我的 LinkedIn 看这样。Hi everyone, this is Mata. I come from Taiwan and my college major i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ow I am a marketing freelancer and also a marketing student in NYU.纽约，刚刚外面就是突然下了超爆大的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开始准备晚餐之前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第3堂课，也就是 Campaign 2。那上次影片有跟大家分享，上学期我们有 Campaign 1，然后那堂课讲广告，但是全部都专注在就是创意面，像是品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为什么要用这个 slogan 啊，是要触及到消费者的哪一个痛点。但是这学期的 Campaign 2呢，就完全不聊创意，我们就 focus 在像是投放广告的渠道有很多种嘛，什么电视啊、杂志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这堂课的其中呢，考试的部分我觉得蛮简单的，就是一些观念题什么的。比较让我头痛的是报告，而且我本来觉得这堂课的作业应该都很好 handle，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广告的产业里面工作蛮久的嘛。教授会帮我们选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笔预算，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说，这个品牌的受众的特性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同时间我们也要帮这个品牌决定说，那我们要投放广告在哪些不同的渠道。我们不用去设计广告，我们只需要去规划广告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去运行。那头痛点呢，就是我们被分配到的品牌是一个叫做 WePro 的 IT Consultant 公司，它是一间印度公司。那 IT Consultant 呢是 B2B 的企业，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提供技术或者是服务给另外一间公司，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 B2C， 就是公司直接卖东西给消费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式。那我们那个组别刚好又没有人在 B2B 的产业里面工作过，所以我们其实就不知道一般的公司行号他们是如何去触及到其他的公司行号，然后提供服务给他们，以至于我们上一周就还线上约了几个在IT Consultant 这个产业里面工作的人，去跟他们聊天，了解说平常到底是怎么触及到他们的客户，这样子比想象中复杂蛮多，但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啦。我差不多打包好明天要出去玩的行李了。我现在出门就是走一个超级极简风，只带一个背包。好，那今天的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学期的第4堂课，也是让我最头痛、最困难的一堂课，它叫做 Modeling and Database。那这堂课呢，主要其实就在学怎么使用 Excel 跟一点点 SQL， 还有其他网站式的工具。然后我们就是会用这些工具去解读大量的数据，然后再得出一个算是预测的结果。那透过这些预测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去评断说，我们下次在规划行销策略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调整数据，然后要写一些 coding 的东西，对我来说本来就比较难。但我觉得最难的点是因为我选到了一个很硬的教授。就还记得那时候在选课的时候，就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教授很硬哦。然后我就想说，是能有多硬？就殊不知就是真的很硬。这个教授他每周至少会有2个作业，然后有时候还会有第3个那种团体的作业。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这个教授他的习惯是作业啊，他都会给我们一段影片，或者是要我们看原文书的哪一段，然后看完之后呢，你就按照他那个指示去写那个作业。
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就是强迫我们预习，因为他通常都会把下一周的上课内容放到前一周的作业里面。好啦，我觉得这其实应该算是好事，因为对于我这种对数据什么很反感的人，老实说，这学期我对于这堂课的收获还蛮大的，然后东西我也都有吸收进去。而且平心而论，我觉得这个教授算是蛮会教课的，他互动很多，然后也蛮会举例什么的。其中的部分考试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些工具什么，就是很常见的那种考试。但我觉得他的期中报告还蛮特别的，他期中报告是要我们分析文字，我直接用我的报告当做举例好，大家可能比较好懂。就是我是选一个Spotify 在推特上面的一个贴文，那个贴文的主旨大略是在讲说 Spotify 即将在他们的 APP 上面推出一个新功能，但我也不是很了解是什么样的新功能。然后以及它下面呢有大概几百则的评论，用那些老师教的工具分析这些评论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这一堆评论里面前5常出现的关键字是什么，然后这些评论的语气大概几 percent 是positive， 几 percent 是 negative， 或者是哪一些关键字是互相有关联的。不是很了解这个贴文的主题，以及完全没有看过这些评论的情况下，大概去推测说，好，大家对于这个新功能的反应是好还是坏。前5常出现的关键字里面，第3名好像是 TikTok， 所以我就可以由此判断说，好，那这个新功能可能跟影片有关，因为TikTok 是一个影片为主的软体。坦白说，我不知道，就是也可以这样分析文字，所以做完这个期中报告，我自己觉得蛮有成就感，然后也觉得这种方式还蛮有意思的。那今天这个影片好像有一点长，但是我一直蛮想要花时间好好跟大家分享我在纽约大学的课到底上了些什么，然后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因为我常收到这样的私讯。对于这种类型的主题很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讲，那我之后的每一个学期都会排这样子，虽然也只剩2个学期了。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到我的 IG 看我更多纽约的生活分享，然后记得订阅频道。虽然最近就是很忙，所以我们就直接说了，可能这学期都是2周才更新一次影片，但我会尽量抽出时间拍一些小短片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影片到这边，大家拜拜。